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的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看法，跟我们互动。当然，别忘了帮我们热推一下。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金文吉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是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庄伯仲老师，大家好。还有军事战略专家邱时新老师。何荣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知道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在国际上都有大事情啊。那这个礼拜我们知道美国抛出了14点的谈判协议，让美伊现在的僵局看似有了一些新的进展。而下个礼拜呢，众所瞩目的习川会，中美元首的高峰会即将登场，会牵动着什么样的国际局势呢？好，那先来看这个礼拜呢，川普啊，就是美方先抛出了在美伊议题上的14点谈判协议，但重点上面来看呢，整个大方向看起来似乎像是先在宣布说这一场战争呢可能要走到尽头了。那冲突是不是真的准备要结束了呢？后续的细节啊，会在接下来的30天内呢，双方再来好好的仔细谈来确认。而在5月7号这一天呢，我们也看到了荷姆兹海峡呢发生了零星的交火事件。这美伊双方的交火，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是双方持续1个月停火以来的最重大的考验。而根据伊朗国营媒体的报道，表示伊朗军方在荷姆兹海峡这个地方叫做葛西姆岛啊，跟敌军当然就是美舰展开了交火。葛西姆岛呢是伊朗在波斯湾最大的岛屿，当然也是伊朗在波斯湾呢最大应该是因为最大呢是因为上面大概有15万人居住。另外呢，在岛上还有一座海水淡化厂。而美军强调，这次开火呢是基于美军有3艘驱逐舰遭到了袭击，包括了特拉克斯顿号、佩拉尔塔号以及梅森号。那么在通过荷姆兹海峡前往阿曼湾的时候，伊朗发射了多枚飞弹，出动了无人机，还有呢多艘的小型船只对美军攻击，所以呢等于是回击啊。那美国总统川普在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因为媒体问他说，这是不是代表说美伊之间的停火终结了，又要开打了？他的回应是没有，这个停火还在进行，仍然是有效的。从川普的发言呢，也听得出来啊，试图要淡化这次的零星交火。那形容呢，美方对于伊朗的报复性打击只是轻轻的拍一下。好，首先立刻来先请教邱老师哈，因为从美伊双方这个最新发生的冲突的理由，还有发生的区域来看哈，您觉得这中间有什么样事有蹊跷吗？伊朗对现在川普的处境以及美国的情况非常的了解。那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前2天的这个双方的交火，看起来像是交火，可是就我们实际上就是一直在追踪整个状况的变化。以这样子的规模跟这样子的打击方式，其实双方都非常克制。我们大概可以用一些比较具象化的形容，就伊朗想要给美国施加压力，但是又怕你万一施加压力太大，万一美方报复，那停火中断怎么办？是，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其实伊朗也不想要停火中断，双方其实都很克制，双方都非常克制。那不管是美国在跟伊朗交火的过程，或者伊朗革命卫队在尝试试探对美国这3艘驱逐舰的编队的攻击，其实双方都非常克制，但是很显然，就是双方在现在背后其实都有必须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这个需要。对，尤其对伊朗来说，因为你无限期僵持在荷姆兹海峡被封锁这个情况没有得到突破，那对伊朗时间就未必对伊朗有利。第二个是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要访问北京，那现在最好的情况就是不要让北京想起过去2月28号到现在美国所承受的这一切，他想要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北京。那当然我们知道，对外的宣传可以这样，就你可以一直不断的讲你赢了，但是你实际上踏到北京的时候，其实双方都知道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对，但是无论如何，还是必须要维持表面上美国是占优势的态度。老师，您提到这个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伊的冲突已经超过了60天了啊。那当然，这个
现在很多的分析也在看，其实对川普来讲，时间压力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此呢，刚刚您提到这个下礼拜中美元首会这个习川会，现在是全球都非常的瞩目因为下周就要登场了。那从最新美方所提出来这14点的谈判协议看得出来是不是？因为也看到一些说法是川普急着要下车了那您怎么看呢？反正呢，伊朗就顺势，那伊朗也不希望，刚刚您提到了冲突也不要再扩大了。但我们如果真实的从一个冲突模型来评估的话，美国再继续打下去没有道理。没错，因为美国拿到最大利益的可能性很低了。那对伊朗来说，这场战争继续延续下去，对伊朗也没有好处。我们要知道这一场赛局已经就是当战争走到现在这个情况，其实我们非常好适用那个赛局理论来评估，因为对伊朗来说，战争继续发生继续打下去，对伊朗也没有好处。所以双方势必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去找到共同的最佳利益，而目前共同最佳利益就是按照目前这个模式停火下去，然后在某一个情况底下，双方不伤颜面的把这场战争结束掉。对，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前提就是不伤颜面。川普不能下不了台，伊朗也不能得不到赔偿。这个时候，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打结的绳子的两端，这时候必须要松一些。对，现在必须要，但是他没办法自己松开，他必须要有外部的力量来松开它。所以这次去北京，其实我知道很多台湾的媒体都聚焦在会不会台海的问题台湾的问题，但我们必须要说，以现在整个世界遇到的大麻烦，台湾的问题真的是一点点，没错，一点点影响不了。所以大使，我继续请教您因为刚刚邱老师也提到了他的观点但这次对于川普来讲，因为下周马上就是习川会了这个非常重要。虽然说2天时间大概36小时这次去大概可能就是一个框架，等一下我们会特别谈。不过呢，这个刚才也提到时间压力所以川普他就设定了一个时间点，就是在下礼拜他去北京前，总要在伊朗的这一个冲突上面，起码要暂时画下一个终点，是这样子。对，因为现在就是要签那个所谓就是那个备忘录嘛。对，备忘录它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纯意求同，然后它算是一个框架，也就是说它先得其名，那其实它的实质内容呢慢慢谈。对，那为什么先得其名？它叫停战的一个这个备忘录，所以他拿到这个停战这个招牌，而里面是不是问题都解决没有？那停战以后，他事实上还要有30天去谈那个伊朗核武的问题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荷姆兹海峡开放的问题，这2个问题事实上都没有这个结束啦，还要继续进行外交谈判。可是呢，他就把目前的停火呢，把它变成这个招牌呢，换成永久停战，有点以终为始先设定一个目标就是停战了。对，就是说我有这个政治意愿了，那还有些问题后续谈。那当然会不会遵守不晓得，起码在这个下个礼拜4之前拿到这一块招牌，他就可以说我现在是什么？我现在这个招牌是我已经结束一场战争的招牌。我继续请教您因为其实刚刚讲到说零星的冲突，包括了美伊双方这个在海上交火，另外呢就是在5月8号这一天，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联酋那也再度呢遭到伊朗的飞弹还有无人机的攻击因为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呢，说阿联酋的国防部呢透过社群平台 X 证实了他们遭受来自伊朗的飞弹和无人机攻击，防空系统拦截威胁发出了巨大声响那在当下他们也呼吁各界维持冷静，遵循有关单位的指示来保持安全。而根据 CNN 的报道呢，以色列跟黎巴嫩也将会在14号、15号这2天在华盛顿举行第3轮的会谈。以黎双方从4月17号开始就进行10天的临时停火，但川普呢在4月23号这一天呢宣布，就双方的停火再延长3周，并且希望黎巴嫩总统跟以色列总理2人能够尽快的到白宫会晤。那确实现在要成型。好，那阿联的这次受到攻击，您觉得跟以黎停战之间有关联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阿联是就以色列就伊朗特别把矛头转向了阿联？这个我们要怎么来解读呢？当然，第一个就是警告一下阿联，因为阿联的做了几个大动作。第一个大动作，他退出了 OPEC， 叫 OPEC Plus。是。那事实上，它看起来就是跟这个海湾国家的共同行动它看起来要走自己路。海湾国家过去它有一个头就是沙特，
那他们是在这场冲突中尽量保持怎么样，不要去涉入，甚至不协助美军，这个立场是我觉得就是说是伊朗跟这个沙特还有这个海湾国家的一个不是一个默契了，双方应该有一个协议啊，那只是不公开。那不过现在这个阿联酋走这条路，好像从这个海湾国家组织里面跑出来了。那这里面就变成就是说，它的所谓的战略地位又特别敏感，它是比较接近这个荷姆斯海峡的一个最接近的一个这个海湾国家联盟、海湾国家组织的一个成员。那现在跟海湾国家有点分道扬镳，我想就是说，伊朗一定要给他一个警告。那你也知道，就是说这些在靠近荷姆斯海峡还有一个国家叫阿曼，阿曼是比较可靠，对伊朗角度，因为它大概75%是属于什叶派的。对，那这个阿联酋里面大部分是逊尼派的，所以逊尼派现在分裂了，可以说逊尼派的一个小的阿联酋跟大的沙特之间分裂，那所以为免情势失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伊朗就先出手警告。那事实上，阿联酋并没有跟伊朗直接冲突的本钱，而且它最脆弱，因为他想要做什么？他想要做金融中心，想要做美国的境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的运算中心，这些东西，说实话，你要一个比较有保障的安全环境。所以看到最近海湾国家他们在这些做法上面确实令人玩味包括您刚刚提到沙特最近这个领空它也不开放那现在就是看说，有一个问题，在这场冲突结束之后，有人在讨论是美国在中东，特别是海湾国家，他们向来强调的保护伞会有什么影响？保护伞已经破了，而且保镖现在变强盗了。保镖现在就是说把这个所保护的地区搞得一片战火，他还做什么保镖？对，所以现在已经在换保镖了，现在是巴基斯坦了。那巴基斯坦后面就是中国大陆对不对？现在就在把这个中东的安全保护伞，尤其是对这个什叶派的，对这个逊尼派来讲的话，就2条路嘛。第一个，把美国力量挤出去，把这个大陆的力量带进来；第二个就是直接跟这个什叶派和解啊。这次不是双方的合作很密切啊。那是点到一个重点我继续请教庄老师，因为这次可以看到是中东在整个美伊冲突之后建立起的一个地缘新秩序因为呢，刚刚我们也点到了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这个礼拜呢特别到了北京一趟，跟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会谈。那在结束之后呢，中方再次呼吁希望尽快的重新开放荷姆斯海峡。那这次阿拉格齐去见王毅呢，也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外长首次访中。根据我的了解就是说我也看到报道是应邀前往那么王毅也强调全面止战刻不容缓，坚持谈判尤为重要。那王毅也说呢，北京已经准备好协助缓和紧张局势。这是不是代表中方等于是被动的应要求而进入到这个调解的行列？好，中伊外长见面的时间点也耐人寻味因为我们知道下礼拜这个川普就要到北京去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所以外界也分析，习川两人很可能就会讨论到伊朗战争，还有包括重新开启荷姆斯海峡等相关的问题。好，所以从外交上的铺排，我请教庄老师的是，看得出来北京已经选择在这个时候要入局了吗？北京的考量怎么看？这个入局可以说趁势而为，也可以说不得不然首先第一点，这个伊朗最大的石油输出国就是中国，那中国从伊朗得到的石油占了它的需求的大概1/7左右，是，所以说即便没有川习会，它也非得进来这一局不可，因为关乎了这个产业的供应链跟经济命脉。第二个则是主持正义，大家不要忘了3年前，也就是2023年3月的时候，当时这个2个死对头，伊朗这个伊斯兰共和国跟沙特阿拉伯王国。这2个国家因为新仇旧恨翻脸很久了，断交7年，在中国的一个协调之下，双方携手恢复邦交。所以这样的一个时机呢，让中国又认为我有一个主持正义的机会又来了。第3点呢，则是打伊朗牌。那你美国台湾牌，我有伊朗牌。那刚刚如主任所讲的，中国在几个方面毕竟对美国还是有所求的，比如说关税问题、科技制裁、南海冲突，还有台湾问题，借由这个伊朗牌来弥补这种劣势。当然了，我们可以注意到
各国媒体对这个报道也大异其趣。首先，欧美媒体的报道就是说，这个一口咬定中国以伊朗为杠杆，试图透过这个支点把整个美国举起来，好，一口咬定。那另外，就伊朗的媒体来讲，则认为中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是他的好朋友。那至于就中国自己的媒体来讲，只是一个叙事，就是说伊朗人民很痛苦，美国政府很可恶。是，那我们中国要出来这个主持大局，因为我们是能够同时跟敌对双方伊朗跟美国对话的大国。那就这个其他的西亚、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来讲，只是虽然他们不选择站队美国，也不想靠向伊朗，但他们认为中国普遍是一个可接受、可信的大国。那就俄罗斯的媒体报道来讲也很有趣，一方面在嘲讽美国这个借机希望美国影响力式微，一方面也羡慕中国能够出来主持这个正义。那么总的来说呢，这个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是小心翼翼，一方面不要落人口实，主动挺伊朗，帮伊朗站队；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强调是维护伊朗主权，而且要呼吁谈判，那促成和平，最好是双方能够停火来协调。刚刚提到了中东未来的新秩序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未来被动的入局之后邱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中伊先见面对下周中美之间对美国的牵制是如何？我想。阿拉格奇应王毅的邀请到北京这一趟，他不是单纯的只是就是大家见面 say hello。我想，因为目前这个外交场域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在一个川普即将到北京拜访的前夕。那我们也知道，在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其实美方有很多的需求。对伊朗的一些条件或者是沟通，其实希望透过中国来劝伊朗就接受，因为最起码中国跟伊朗之间的管道或者是某一段的，就是伊朗信得过。那不管中国大陆愿意或不愿意，但他现在已经被迫成为这个进到这个局里面的角色。当然，在这个情况底下，在双方进一步就是习近平跟川普见面之前，川普可能会有一些直接的或间接的想要中国帮忙的地方，但中国必须要先摸底，所以他把阿拉格奇先邀到北京，对，先大家先了解，我们可以把上下线给框定起来。一方面就是你避免中方答应了很多的东西，会造成伊朗的不开心。第二个是中方要答应美国协助解决这场战争的情况是伊朗可以接受的，而不是伊朗办不到。那这些东西必须要在台面下的外交去处理，而且太早让外面知道就没效。所以目前的情形大概是这样。中伊双方先对一下但是看得出来，就是中美元首在下周会面之前，双方已经都在做非常多足够的准备。稍后就来聊习川会，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